欢迎来到厄运酒馆。今天这个案子啊，听着有些血腥，但是呢，其实也真实的反映了人心的可怕。到底是什么将一群好端端的正常人逼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呢？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起曾经震惊全国的大案——山东鲁龙渔2682号渔船大逃杀案。2011年8月13日，山东荣成瓢泼大雨，在石岛渔港的码头有许多警察冒雨埋伏在隐蔽的地方，还有11辆警车藏在暗处。警察们如临大敌地等待着鲁龙渔2682号渔船，它被渔政救援船拖带着缓缓驶入石岛渔港，停靠在码头上。渔船停好后，武警从船上押下来11个被反绑着手的船员。他们上岸后，埋伏的警察一拥而出，警车也从隐蔽的地点驶了出来，将11个人每人带上了一辆警车押走了。这11个人在登上鲁龙渔2682号渔船时还只是寻常百姓，而此时已经变成了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极度凶残和危险。事情啊，要从2011年6月16号晚上11点说起。漂在南太平洋秘鲁智利海域的一艘钓油船船长李成全在船长室正躺着睡觉，突然闯进来4名船员，要求他立即返航。李成全当然不同意，结果一名船员废话不带多说，直接一刀捅在他的大腿上，顿时鲜血如流，他疼得惨叫起来。另一名船员呢也没歇着，又一刀刺在他的大腿上，警告他不许叫。另外2名船员用铁棍猛击他的头部，李成全无奈，只能立刻同意返航。他用卫星导航设置了回国路线，随后4名船员将他绑了起来。船上的厨师长老夏听到动静后啊，他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了一把刀，他拿着刀叫着：“小逼崽子想劫船！”直接冲船长室而去。船长室外有人把着老夏，拿着刀硬往船长室闯，一个人从后面连捅他2刀。老夏被刺中后，双手抓住刀刃，用尽全力反手夺走了刀，结果又被另外一个守门的人用棍子打断了腿。老夏跪倒在地后，又被一刀捅在了胸口上，当场毙命。老夏死后，他的尸体被抛进了大海，同时这也成为船员们之间疯了一样自相残杀拉开了序幕。这艘钓鱼船，船上连船长带船员一共33个人，1个多月后将返回中国。这个时候却只剩下了11个人还活着，而活着的11个人经过审判之后，5人被判了死刑，另外的人也均有罪而获刑。究竟在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2010年12月，山东连着下了几场大雪，温度降到了零下几度。12月27日，荣成石岛渔港的渔船鲁龙渔2682号破开海上的浮冰，悄然起航。这艘船要到南太平洋的秘鲁智利海域去钓鱿鱼。10年，中国的海产品价格一路上涨，由于批发价从每斤5到6元涨到了9到10元。即便如此，市场仍然供不应求。中国的近海因为过度捕捞鱼资源已经非常的匮乏，捕捞的渔船只好到更远的海域去。这一去，计划得要2年才能回来。于是，船长载着33名船员，按照籍贯大致可以分成3波。船长李成全等8名管理层可以分成1波，以刘冠铎为首的1波人则来自黑龙江，以包德为首的1波人来自内蒙古。这些人很多彼此之间认识，他们是亲戚朋友的关系，互相邀请而来。钓鱼工作啊，非常的辛苦，不说别的，光2年不能下船就已经逼退了好多人，所以船员很难招募。为了招募到船员，鲁龙渔2682号所属的兴发水产公司开出了很高的工资。他们承诺，无论钓不钓到鱼，每人每年都有4万5千元的保底工资。如果钓到了鱿鱼，每斤还有2毛5的提成。预计2年干下来，每人能拿到10万块钱的工资。10年的时候，10来万元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这些船员们各自都有各自的难处，例如属于管理层的温波，他呢本来已经不想出海了，可是他的妻子又给他添了一个孩子，为了挣奶粉钱只好出来。船上唯一的大学生马玉超毕业之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想着辛苦挣2年钱，有一笔钱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刘贵铎交了一个本地的女朋友，感情呢很好，
想要挣一笔钱买房子成家。工作啊虽然辛苦，但是想到能挣一大笔钱，他们通通变成了拥有打工魂的打工人。没有人知道，这竟然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在渔船刚起航的时候，就有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仿佛预示着这场行程不会顺利。船上原本的厨师姓严，在开船的前一天晚上，他突然神经兮兮的到处喊：杀人了，杀人了！他把好多人都吓得不轻。船长骂了他一通后，他老实了下来。但在夜里1点多，他突然跳了海，他想要从海里游回港口。幸好当时还只是在近海，人们找了他半个多小时才把他救了上来，之后把他送回了岸上，换成了另外一个厨师老夏。当时也没有人知道，这个老夏会是惨案开始之后第一个被杀死的人。鲁荣鱼2682号在海上行驶了1个多月，到了南太平洋海域，开始了钓油作业。钓油很简单，因为鱿鱼有趋光性，晚上只要把大船的灯打开，它们就会游过来。船员们的工作就像是一个人守着一个地方游击，在鱿鱼上钩后，把鱿鱼拽上来切成块，然后送进仓库冷冻。这呀就是一个纯粹的体力活。可是呢，这个活真的非常的累，忙起来有可能1、2天都不能睡觉。虽然工作累啊，但是想到高额的薪水，船员们还是任劳任怨。可是呢，就在3个月之后，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船上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起来。因为过度劳累，船员黄金波和岳鹏生了病，而船上呢没有医生，船长打算让路过的渔船把他们捎回国。在结算工资的时候，船长竟然告诉他们，他们的基本工资啊只有1000块钱，说当初和他们签约的合同说，如果没有钓到鱿鱼，可以拿到每年4万5的基本工资，如果钓到了鱿鱼，只能拿1000的基本工资。这黄金波和岳鹏哪能接受啊？他们当场表示回国后要起诉新发渔业。可是船长有恃无恐地回答，告去吧，公司跟你们签的合同都是假合同，连公章都是假的，我看你们能不能告赢。黄金波和岳鹏气愤又无奈，对合同的解释也是在船上传开了。顿时所有的船员都无心干活，因为照这么算的话，他们辛辛苦苦干了2年的活，扣去赊的账、吃喝，回国时可能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还欠公司一屁股的账。2011年6月初，内蒙古的首领包德找到船长，想要提前辞职回国，但船长断然拒绝。他说，想走没门，你们没有海员证，出海打鱼就属于黑工，哪个回国的船敢带你们？你们干也干，不干也得干。包德差点气得肺都炸了，因为这个船上啊，至少有1半的人没有海员证。新发渔业是让他们先上了另一艘鲁荣鱼266号，然后再转到了2682号上。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原来啊，这个坑已经是挖好了。包德越想越气啊，他知道黑龙江的老大刘贵铎也非常不满，于是他找到了他，和他商议劫船回国。刘贵铎同意了，2个人分头去串人。包德串联了自己2个黑龙江的老大，刘贵铎串联了黄金波和另外4个人。刘贵铎这个人啊，是一个纯纯的心机男，他定下了整个行动计划。在行动之前，他充分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首先呢，他将行动的时间选在了轮船加满油之后。其次啊，在行动之前，他让人关掉了船上的通讯设备、定位系统，防止有其他的油轮靠近。最后还收走了所有人的杀油刀。他让人藏起了厨房的菜刀。在行动之前，他还给大家加油。他撒谎说自己在济南有认识的律师，回国后要跟公司打官司，不怕要不到钱。除了管理层，所有的船员在事前都知道他们要去劫船，可是没有一个人给管理层通风报信。2011年6月16日晚上11点，劫船行动开始了。在这个时候，设置返航路线的李成全还存有反抗的心思，他偷偷的做了点手脚。等他设置完以后啊，包德等人就将他绑了起来。但此时刘贵铎等人还没有打算动手杀人，只是一心想回国而已。在绑李成全时啊，包德想用手指粗的绳子，刘贵铎还制止他说，不能用这个绑啊，这个绑会绑死人的。于是他们将绳子换成了布条。大
大副、二副、其他管理层的人听到动静，赶忙跑过来劝说：想要回家，咱也不用这样啊，说一声咱们就回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船长老夏硬闯船长室，这一下彻底激化了矛盾，成为了这场杀戮开始的启动键。2011年6月19日，由于鲁荣鱼2682号船的通讯系统、定位系统都被关闭，突然与公司失去了联系。远在中国大陆的新发渔业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渔政部门，渔政部门马上展开海上搜救。2011年7月4日，刘贵铎思念自己的小女朋友，他没忍住，用船长的卫星电话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这个信号立马就被发现了。北京海事卫星地面站对鲁荣鱼2682号进行了100多次的呼叫，刘贵铎等人没有办法，他只能让船长接了。船长在接起电话之后，在刘贵铎等人的威逼之下，他报告说船只一切正常，已经在夏威夷海域附近，正向国内返航。说完他就挂掉了电话。船长的报告反而让新发渔业确定鲁荣鱼2682号确实是出事了，因为按照原计划，鲁荣鱼2682号还要在海上作业1年多，这个时候突然返航，怎么能说一切正常呢？于是国内加大了对这只船只的搜救力度。与此同时鲁荣鱼2682号上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在厨师长老夏死后，包德、刘贵铎等人对渔船上的情况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他们原计划在夺船之后，将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回国的人扔到救生筏上，自己则开船回国。在老夏死后，他们将救生筏用钢筋绑死在船上，还没收了所有的沙油刀，用冷藏室的器械重新打造了9把10分锋利的尖刀，每人1把，带着铁棍，4个人轮流值守，不许船员们和船长说话，防止有人用救生筏逃跑。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些举动船上的气氛越来越紧绷。刘贵铎安抚众人说，他们只是想劫船回国和公司打官司，他们在济南认识的有律师。另外一个参与劫船的老船员还说，没了一个就没了一个，回去就说挂了，掉到了海里。这种事情在海上经常发生，但其实他们自己的精神也非常的紧绷。在劫船之后，船上的势力又被分成了3波，管理层们一波，参与劫船的人一波，没有参与劫船的中立者们一波。刘贵铎时刻担忧着管理层们会反抗，在这种疑心之下，这段时间管理层有几个人和几个中立的船员走得很近，时常凑在一起说悄悄话。他们不会是想造反吧？船上的设施不会是他们破坏的吧？心思深沉的刘贵铎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呢？因为这个案件的错综复杂，短时间内实在讲不清楚。今天的时间也不早了，酒馆要打烊了，咱们改天再接着聊。